冰雹打在天文台穹顶的声音，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啊！这可能是我经历过最波折的一次观测了。这次来南法尼斯附近的卡林高原，记录一下我同事的观测工作。他们正在测试使用干涉的方式来测量天体的大小，用到的是2台1米口径的天文望远镜。由于工作的原因，我的同事早我1天去往了天文台，我的航班是第2天一早到达。预定的计划是我白天在城里逛一圈，他们睡醒了，下午来接我上山。然而所有一切倒霉的事情就开始于我出发前的前一天晚上。我同事从瑞士开去的车坏到了半道，直到凌晨才叫到拖车，而我在凌晨3点收到了他们发来的信息。当时我就在抉择，要不要继续这趟旅程？最终还是决定继续出发，毕竟看星星这事儿我还是挺向往的。之后就出现了他们一早去机场租车，顺道接上我了这一幕。本以为这就是这趟旅程所有的冒险了，但这其实才刚刚开始。正如你们在视频开头所看到的那样，我来的当天下午就开始下大暴雨和冰雹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天文台见识这样的场景。由于海拔才1300米，卡林高原其实并不算是很好的观测地点，受天气影响非常明显，并且空气中的湿度非常重。雨下了一会儿之后，周围就开始雷暴了，雷暴击穿了电网，天文台直接启动了备用电源，而且所有的网络直接切断。更严重的是，雷暴打坏了一个探测器，我们没有备用设备，气氛瞬间就变得紧张了起来。大家开始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甚至有想过当天晚上派人飞回瑞士，第2天一早带着新设备再飞回来。最终还是决定使用现有的设备，稍微改变一下观测计划。The meteor search on the route is connected to the Wi-Fi, and there's no Wi-Fi, so there is no meteor data. So we have to trust our own feeling of wind. Wind is okay, there is no wind. Humidity is what we have to be careful. In case we see haze, then we have to close the doors. We can observe. 暴风雨过后，天气也开始晴了起来。在确定好新的观测方案之后，大家也就忙活了起来，打开穹顶，开始校正，终于在凌晨开始了观测。No, it's not a cloud, it's ISS. Yes, it's coming up. Oh, it's moving? Yeah, it's coming right above us. Okay. You see? Not really. I'm trying to find it's above. It's way above. Yes, that thing. Oh, okay. I didn't expect so bright. My camera. Yeah. It was just the webpage I used to check the seeing and the clearness of the sky. Oh, it's getting dimmer, passing Terminator, and disappearing. Bye bye, ISS. Good night. ISS。非常巧合的是，我偶遇了这个天文台建造者的家人，他们给我分享了当时很多的照片，以及前几年天文台和彗星的合影。当时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其实我能隐约的感受到建造者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跟我说，今天正好是过了1年的时间，他们来看一看当时他爸爸工作过的地方，这正好碰到了做观测的我，也算是一种缘分吧。之后的几天里进展就非常顺利了，保险公司还报销了我们租车的费用，我们带着设备一路开回了瑞士。因为携带的科学仪器价值比较高，我也是第一次在海关经历科学仪器的报备。我同事还说，他们有可能下次还会去智利进行观测，我们到时候再记录一下他们在智利的工作日常吧。